我们来看第2节哈。那我们继续来看情义跟技能这两个灵异哈。那灵异的话，我讲过说这个也可以翻成范畴，各种不同的一个翻译方式这样。好，那情义到底什么意思哈？我记得那个2年前我有指导一个博士班学生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要设计很多问卷嘛。那设计问卷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情义、认知跟技能那当然情义跟认知这个是最重要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在做那个 maker 所以我们就这个技能呢就没有强调。那现在做 maker 所以待会我会来强调这个 maker 的这些就是创客的这一块怎么样去利用这一个技能的那一块好，来讲这个。那当初那位博士班学生就是说弄了半天，我们就一直搞不清楚就是说没有办法设计好的问卷因为那后来我们就叫他去认真的查这些英文文献，就发现什么叫做情义。情义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感觉一种价值观到底不能够接受的等等等的一种观念。可是这样讲他还是不太容易懂那怎么办？所以我就举了一个例子给他听，比如说我们学校门口开了一家新的餐厅有没有？一看这个灯光美，气氛佳，东西又很新鲜又很营养，这就属于情义，就很情义，有没有看出来？那好，那结果发现没有进去吃，为什么？因为太贵了。如果说价钱合理，灯光美，气氛佳又营养那价钱又合理，这个假如是情义，你就很能够接受你就进去吃了。那吃了以后有营养，以后产生你的身体的那个营养元素的时候呢，健康的这个 support 的部分呢，那就是属于认知这样那这样呢他就稍微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情义比较属于外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英文的解释就是说关注学生的什么他的感受跟他什么跟他的情感，有没有看出来？就是他的 feelings 跟这个 emotions那同时呢也关注情感相关的事物，例如呢他的这些感受啦，前面大家已经讲过欣赏啦、价值观啦他是不是有那个人热情是不是他有动机等等态度种种的。所以这个原则上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做，或者说你已经做了之前的那个态度这样所以他就有6个阶层，有没有？比如说接受、回应5个而已所以他们就这些学者就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式那我大概也没有办法全部都举太多给你们看因为后面人都把它全部分作是布莱姆的这一个分类那其实很多都是布莱姆带的但并不是全部都布莱姆定的，甚至有些也不是说全部他所弄出来，但只是说他最早在1956还是57提出这个观念以后呢，后面就一大堆人就跟着做，那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改良他的那个这个阶层的想法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接收、回应、评价组织跟内化好，那这些没问题。那我们就来针对前面的这个3层来做一个说明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层的话就是说第一层是接受那接受是基本的这个意思就是 awareness 这个单字我们常常用好这个你的那个感知有没有看出来，就是你的意识你能够不能够接受这样那例如说one can listen and remember the name of your classm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emester， 就是说他可以愿意去听跟愿意去记，有没有？那这个他还是把它用了 remember 还是用了，有没有？所以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大概基本的一些词就是说一种感受，一种是否能够接受这样那当然有很多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文献出来你们可以再继续有兴趣再去看那第2点就回应这个 respond， 回应是指积极参与并对有关活动的刺激做出反应。这个你不愿意参与，比如说人家在那边聊天，你至少走过去嘛，跟人家在一堆里头那如果说离得远远都不愿意参与的话，那这个就不用讲对有关的活动的刺激做出反应所以这个是稍微又更进一步的，没看出来那例子呢就是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的这一个discussion， 参加同学的这一个班级里面的那个讨论那第3点就是评价就是说你能够就是说评价是对特定物件或资讯给出相关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一直在讲这个价值观，有没有？就是 value 你认为说呢，你是不是值得这样？比如说你愿意花钱去买一只好的手机，或愿意花钱去收集一个什么东西这完全看你自己的一个怎么样态度这样那 example 说 it is worth learning mathematics 是不是值得读数学那再来看这一个第4个跟第5个那这个第4个我们看出来，第4个就是说你能够 organizing 就是将价值感依序顺序排列加以组织这样并以先前确定的价值观进行比较那确认价值的一致性那我举的例子就是说organize the important ordering about the integral formulas 比如说我们在读微积分的时候哇好多的那个积分公式那惨了那这个考试很急的时候可能20个公式或者几十个公式这样怎么办比较重要的就先背先反复的练习那背不下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积分常常积分什么这个积分 x ln x dx 有没有那 natural log 那个积分到底怎么积那你那些解法什么一大堆是不是要把它组织一下那个看看哪些公式的一个这一个把它规范一下这样好第5个就是内化哇很重要所以内化是从前面4个阶段获得知识上的基础上的一个建构抽象知识这个内化其实是潜移默化比如说这家餐厅你吃的很喜欢吃惯了慢慢的你就这个自然的你就会就会选择那家餐厅当做你常常去吃饭的地方有没有那例子 how to develop the solution strategy about the integral of 这个trigonometric 方程这个三角函数的积分哇这个很累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在教那个什么量子计算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三角函数的变化那个 De Moivre 的公式这样所以就要背那这个单字在那个原文书就一直出现 trigonometric 那当然要教学生回去怎么玩这些基本的积分好了那这些策略比如一个题目拿到以后呢你能够不错你已经很熟悉的怎么去解它你这个已经把它驾轻就熟你能够完全驾驭而且不会恐惧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再往另外一个第3个就是属于这个叫做psychomotor domain 哇那这个就是我刚刚也讲过说我们现在想做那个动手做的maker education 那个创客教育那创客教育就是一种比较也许偏向动手做的技能这样所以你看它1、2、3、4、5它也有5个比如说第1个模拟第2个能够操纵第3个精准那第4个是 articulation那第5个那个是 naturalization 哇这个单词好难背那第4个这个单词各位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但是我们 computer people 常常看到在网络里面一个叫做 articulated point这个点的话就是一个连接点很重要那万一那个点被炸掉或坏掉的话整个那一附近的网络就瘫痪掉了好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该模式就是说注意因为它是属于 skill比如说我们打乒乓球已经练到很熟了那已经变成一个技能的反应所以该动作这就该动作模型注重在肢体语言有没有肢体的动作肢体的动作协调以及与动作技能相关的任何细节那所以为了简单所以我们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讲这个叫做情意认知技能当然是这个单字这个 psychomotor 那 motor 就是有点那种机械化的那种的那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这样所以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由这个 Armstrong Robert Armstrong 所提出来的版本那当然后面有很多很多的版本非常非常多的版本那各位有兴趣那甚至你要对这一个创客教育的有兴趣的那一个老师助教或学生们呢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是可以再去找更细的这一个指标出来因为指标完以后你就要进行教学然后做你的实证研究的问卷这样好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3个第一个那模仿是让学生借由观看跟复制一些例子来进行初步之学习所以这个还不错就是让他去观摩没有那 copy 也没有看出来
那这个 copy 当然是你可以把它动词的 copy， 好，那没关系这个就把它先这样看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一定要先会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都会先造一些案例给学生看，比如我们最近做那种 3D 列印那一定要先教学生一些 3D 列印的基本的案例，让他先模拟去玩，会了以后呢再怎么样模仿以后呢再去做更进阶的学习。那第二个操作是让学生通过记忆来遵循指示来相关来进行相关的操作，就把那些基本技巧从那个案例里面学会以后呢，你就可以去操作它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叫做 manipulation。那第三个确是让学生反复练习，变得更成熟更精准，所以要 precision。 那这样的话他才有办法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不会走样这样。所以关键就是要反复的学习那这个当然后面我们在讲精熟学习的时候，也许就可以训练他的精熟度来达到这一个precision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样好，那第四个 articulation 跟第五个naturalization 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说做什么动作呢？我要让他衔接，就是那所有的东西衔接起来，这样是让学生既有以和谐的方式进行一系列串接动作在一起的操作能力。那这个一些呢，比如说这边是一个连接点，你把它都东西接起来，比如说网络的那个连接点，你怎么去把它串接起来这样那例子呢就是说 assemble 什么a personal computer， 你如何组装一个电脑组装一个电脑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个 articulation 当然更细的部分，因为我这写这个讲义还是有点精简那如果说以后你要集中在这个情意认知技能某一块再往下去读更深的知识，就可以达到这一个你要的那些这个设计的一个准度跟设计的一个内涵这样那最后一个就是希望它能够内化嘛，自然化成为是成就的那个高学习水准那其实自主行动将成为学习者的第二天性，就是我刚刚讲打乒乓球那个已经练到每天他们啪啪啪在那边练各种球来，他就很瞬间就可以很自然的去回应他，脑袋瓜根本没有急躁，没有什么思索的都是自然的反应的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举的例子有没有 playing table tennis is reflected in a 什么 reflect action of saving the ball， 他去救一个球，我们看出来他是这样有办法有没有play 这个 table tennis 就是乒乓球这样他就可以很快的去救那个球所以这个就是他要训练出来的所以这边就说很简单的把这一个情意跟技能那一块这个 psychomotor 的那一块把它讲出来那你们就模仿前面的那一节的方式针对这个情意跟认知呢挑一些你们的那个教课或者说你们读过书的那些东西呢把它设计一些学习目标出来那训练一下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具有水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呈现方式让人家感觉说你是 follow 这些教育专家所规范出来的方式在写这个学习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好，那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了OK。